这个视频给大家补充一些基础知识，也没有说特别基础也是你在上这门课之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一些知识。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常见的账户，常见的会造成 difference 的账户。首先第一个东西叫 provision 这个词可能有同学之前没有见过，它叫预计负债，指的就是还没有发生你估计的负债。最常见的是provision for legal expense 或者 provision for doubtful debts。 如果是 provision for doubtful debt 的话，这个就跟 allowance for doubtful debts 是一样的意思。那什么叫 provision for legal expense？ 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现在在上庭，然后呢，如果我输了的话，这例子不是很好，反正就是我将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类似 payable， 也就是我将来要付钱，但是是由这一期发生的事情影响我将来要付钱。那为了会计准则，我们要准确的把它记录在这一期的这个原则，我需要在这一期就记 expense， 因为它这一期就发生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发生 provision 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分录。Debit legal expense, credit provision for legal fee. Provision 它是一个负债类项目，所以 debit expense, credit provision。然后呢，我们在真正付钱的时候 ，debit 这个 provision， 比如说取消这个负债，因为我付钱了 ，credit cash。那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不是有个 expense？ 这个 expense 你不能看到它就抵税，因为它这个时候还没有付钱呢。那我们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才可以抵税只有付出去的这个 cash 才可以抵税，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需要调整的项目。那你怎么才能知道你到底付了多少钱呢？要做一个 provision 的梯子账，你要 reconstruct 你的 provision 的梯子账。那 provision 负债类项目的这个信息，我没有标黄的这些信息题里全部都会给你我们把 provision 写出来了以后，然后因为它是负债类的，所以 opening 在左边 closing 在opening 在右边 closing 在左边。expense 怎么疼？你们回去如果这个地方晕的话，回去好好复习一下611。Debit expense, credit provision，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 expense 一定是在 provision 的 credit 方在右边的，所以它俩一加一个 total， 这边一加也应该等于 total， 算出来差值就是你真正付了多少钱，把这个值贴到你的表上就行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annual leave， 这个也是大部分同学没有接触过的东西。annual leave 它是没有发生，但是迟早要发生。在题里面呢，经常是 annual leave 或者是 employee benefit， 有的时候叫 provision for annual leave 之类的。给大家讲一下 annual leave 这个东西澳大利亚这边一般是一个人年假20天。那比如说同学们，而且它这个可以积累的。比如说我19年没有 take annual leave，20年我是不是就有40天？那我20年的时候一下把这40天的 annual leave 全部都 take 掉了。如果你作为一个会计，你在19年没有计提 annual leave， 那20年我全都 take 掉的时候，你是不是照样付我工资那你付我工资的时候，你 debit annual leave expense credit cash 40天，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因为其中有20天的年假是我19年发生，19年的这个年假，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年假每年都需要计提，然后在发生的时候再去做账。那计提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分录呢？ Debit annual leave expense Credit annual leave payable，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了一个 expense？ 真正支付的时候你去 debit annual leave payable credit cash， 那又出现了，你一看到 expense 你不可以就直接把它抵税，你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take， 我们真正有没有付，只有支付的这个 cash 你是可以抵税的，对不对？所以说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去找 annual leave payable 它的这个信息，题里都会给你，然后我们来重建它的梯子账。因为也是 liability 类型账户，所以 opening 右边 closing 左边，把 expense 填到这边来，最后得出来的差值就是我真正付了多少钱。这个是我们的 annual leave。然后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也比较常见的东西叫 warranty。warranty 呢，这个东西一样保修它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例子，18年卖的 machine， 这样写的有点丑不好意思。有 warranty 有保修，如果 claim 的话成本是1000块钱，那我19年坏掉了，
如果没有计提的话，我19年会干嘛 ？Debit warranty expense credit cash， 也就是说，客人来 claim 这个保修的时候，我给他修了，然后我修的费用是1000块钱，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账。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我这个 machine 卖掉的时候是18年卖掉的，他给我赚的钱是18年赚的钱，那我的 related expense 是不是也应该记在18年？但是现在由于我没有计提，我记在19年了，所以这样是不对的。那我们来看正确的记法应该是怎样？应该是 debit warranty expense credit warranty payable， 在18年的时候啊，一千我是不是进入了 expense？ 那这样19年人家真正 claim 的时候，我就不用记 expense 了，它就不影响我19年的 income， 不影响我19年的 profit loss 之类的东西。所以19年我 debit income warranty payable credit cash。这样就 OK 了。所以说它的特点啊，今年发生以后才会付钱，所以今年的 expense 不一定都可以 deduct， 一定要算出真正的支出。后面还有一个坏账，坏账这部分完全是来 remind 大家你们之前学过的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坏账啊，在我们的会计上，坏账是需要每期期末计提的，6月底计提。然后在税法上啊，同学们，只有真正 write off 的坏账才可以抵税，也就是说你确保这个人绝对是不会还你钱了，你把它 write off 了，你才可以抵税。那我们来看一下坏账啊，计提的时候怎么做的分录 ？Debit bad expense, credit allowance for doubtful debts。在真正 write off 的时候呢 ，debit allowance for doubtful debts, credit accounts receivable。只有这个金额才可以抵税，所以说你不能看到 expense 你就觉得它可以抵税。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这 expense 加回来，然后减掉真正 write off 的这一 part。真正 write off 这一 part 的数字怎么算？用 allowance 这个梯子账来计算。allowance 你做一个梯子账 ，opening 在右边 ，closing 左边 ，bad expense 里会给你最后的差值才是你真正的 bad debt written off， 这个值是可以抵税的。最后再讲一个 prepaid rent 或者叫 prepaid insurance， 这些都是预付的项目。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底下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每年的5月初我付租金，今年5月初我付了半年的租金6000块钱，那明显就是一个月就是1000，对吧？1000 per month。那看一下我在付租金的时候肯定就要做分录了 ，debit prepaid rent 6000块钱 ，credit cash 6000块钱。那6月底了，财务年底我需要做调整分录了，因为我已经租了人家2个月了，对吧？5月初、6月底、5月、6月，我已经租了人家2个月的房子了，所以说我已经使用了人家的服务，产生了2个月的 expense， 而且我的 prepaid rent 是不是没有6个月那么多了？是不是只剩4个月了？所以说我需要 debit 增加 rent expense 2000块钱，然后 credit 什么呢 ？prepaid rent 减少我的资产 prepaid rent 2000块钱。那这个时候大家又看到了，我的 rent expense 有2000块钱，但是咱们刚才说了，税法上面我可以抵税的是什么？是我付出去的东西，所以我这一年其实6000块钱都可以抵税，这又有 difference 了。所以 tax 是 cash basis， 付钱就可以抵税，不能以 expense 的金额为准。那我怎么看我到底付了多少钱呢？考试的时候 prepaid 什么东西，你把它写上，梯子上做出来，因为是资产类型账户，所以期初余额在左边，期末在右边，然后 expense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后的 paid 这个数字差值就是我们算出来，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账户。然后下面我们来看题。